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TC 啊，欢迎大家收看 TC 讲股第16集。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即将在2021年9月尾上市的 CEKD Berhad。这个影片会谈到它的 IPO 详情，公司是做什么生意，过往业绩表现、财务状况、现金流、未来计划等等。这个影片所有的内容和资料仅供参考跟教育用途，绝对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，请大家买卖自负，任何风险及亏损，本人一概不负责。CEKD 的 IPO 在2021年9月6号就已经开放预购，预购截止日期是9月17号，它会在9月21号进行 balloting， 而 CEKD 会在2021年9月29号正式上市。CEKD 的 IPO 价是48 cent， 以这个价位计算，它的市值是 93.4 个 million，PE 15.5。首先来说一说 CEKD 的历史背景。1989年 Sharp Die Cutting Mall 在吉隆坡成立。1997年 Sharp TCM 收购 FocusWin 50% 的股权，并在2017年收购其余的50% 股权。同时在2017年，它也收购了 Hotstar 这家公司。为了上市，在2018年6月，这3家公司整合成 CEKD Berhad。那么 CEKD Berhad 的 structure 呢，就是这样，这3家都是它100% 的子公司，而 FocusWin 是 Sharp DCM 的子公司。CEKD Berhad 是模切解决方案供应商 Die Cutting Solutions Provider， 它涉及制造模切模具及相关器材。CEKD 的客户群主要是来自纸张印刷、纸盒包装、电子电器、汽车、塑料包装、纺织、皮革等行业。这个是 CEKD 的商业模式，它主要就是制造一些 Die Cutting 的模型，还有销售一些相关的器材。这些就是 Die Cutting Mold 模切模具，这些模具就会应用在印刷、包装、电子等等行业。它们用来制造纸盒、包装产品、电子产品等等。通过这次 IPO，CEKD 会抽到 24.28 个 million， 这笔资金的 36.2% 会用来建造工厂， 17.8% 会用来购买机器、升级电脑系统和服务器， 6.2% 会用于 marketing 活动， 11% 用作 working capital， 16.5% 拿来偿还债务，而剩下的 12.3% 是这次上市的费用。这是 CEKD 过去3个财政年的表现。CEKD 的一个 financial year 是从9月开始，一直到隔年的8月，也就是说，这个 financial year 2020是从2019年的9月到2020年的8月。那么可以看到，2020财政年因为有 MCO， 所以它的营业额从过去2年的28 million 下跌到26个 million， 而过去3年的 gross profit 保持在13个 million 以上。2019财政年的营业额是比上一年稍微低一点点，可是它的 net profit 为什么会那么高呢？这是因为在2019财政年，公司卖掉了8个位于 KL 跟 Johor 的 property， 获得 4.28 million 的 disposal gain。如果排除这个一次性盈利，2019财政年的 net profit 大约会是 5.4 个 million，net profit margin 约为 19%。这个是公司最新2个财政年前8个月的业绩，紫色的是2019年9月到2020年3月的业绩，而黄色是2020年9月到2021年3月的业绩。所以2021财政年的前8个月的营业额跟盈利是比去年同期来得高。这个是 CEKD Berhad 2020财政年营业额的地理分布。CEKD 最主要的市场是本地。2020年有 85.6% 的营业额都是来自马来西亚，而占第2多的是越南，占了5%，第3是泰国 1.9%， 而剩余不到8% 的营业额分布于阿拉伯、菲律宾、澳洲等等国家。这是 CEKD 过去3个财政年的财务数据变化，它的净资产在过去3年保持成长。它的 borrowing 从2018年的 8.22 个 million 上涨到2019年的 12.47 个 million， 这是因为当年公司从银行透支了6个 million 来购买新工厂。而在2020财政年，公司的现金按年增长 5.4 个 million， 净债务水平也跌到 1.59 个 million， 这是因为当年的 operating cash flow 增长。等一下在现金流那一块会再谈到这个 operating cash flow。把这次 IPO 筹到的资金跟花费纳入计算过后，以最新2021年3月尾的资产为准， CEKD 的每股净资产是31 cent， 而它的 IPO 价48 cent 是每股净资产的 1.55 倍。这个是 CEKD 过去3个财政年的现金流表。2018增长 3.3 个 million， 2019年减少大约6个 million， 而在2020年增加 11.4 million 的现金。那么在2019财政年，它的现金减少主要是从 investing activities 这边流出去，这是因为当年公司花了20个 million 来购买位于 Jalan Kelang Lama 的工厂。这间工厂原本是租用的，然后公司在当年决定把它买下来。
那么因为租约解除，所以公司有拿回7.08 million 的 loan redemption advance。那么在2020财政年，公司的现金增加11.4个 million， 主要是从 operating activities 这边来。那么2020年的 cash flow 为什么会比去年2年都还强？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公司当年收回了1.263 million 的 receivables， 而在过去2年这个应收款项是没有什么变动的。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公司当年有一些 deferred tax 和 tax refund， 所以当年给的 income tax 是少过1个 million 的，比之前2年的 2.3 million 跟 2.6 million 都还少。这个是 CEKD 的基本面数据，是以 IPO 价 40% 跟2020财政年的数据为准。CEKD 的 PE 15.5， Current Ratio 5.83， Debt to Cash 1.13， Debt to Equity 0.356， Price to Book Value 1.55， ROE 16.1%。CEKD 的最大股东呢，其实是一家人来的。那么这家人呢，他们就特地成立了一个 CEKD Holding 来持有 CEKD Berhad。那么在上市过后，这个 CEKD Holding 就会持有 CEKD Berhad 74% 的股份。这个 CEKD Holding 的股权就分布在这4个人的手上。Lim Bien 其实就是这3个孩子的妈妈，而 Yap Kai Ning 就是 CEKD Berhad 的 Managing Director。等一下我会再介绍他，还有他们的爸爸。那么剩余的26% 股权会进行 public issue， 这26% 里面的5% 会分布在161个人当中。那么这161个人里面有包括管理层、员工以及对公司有贡献的人，其中的 3.5% 会 private placement 给特定投资者， 12.5% 会 private placement 给 MITI 许可的 Bumiputera， 而最后剩余的5% 就会进行 IPO。而这个 IPO 的5% 又要再分成2份， 2.5% 给 Bumiputera 预购，另外 2.5% 是给 non-Bumiputera 预购。所以如果你不是 Bumiputera， 那么你 IPO 抢购的股份就会是这份 2.5% 的股份。那么接下去我来介绍这一位 Yap Kai Ning。Miss Yap Kai Ning 是 CEKD Berhad 的 Managing Director， 他今年37岁，他于2008年加入公司，2011年成为 Director， 并在2015年正式任职 Managing Director。刚刚有讲到 Lim Bien 就是这3个孩子的妈妈，那么他们的爸爸就叫做 Yap Tian Tiong。Mr. Yap Tian Tiong 是公司的 Deputy Executive Chairman 副主席。Kai Min 是 Yap Kai Ning 的妹妹，她是 CEKD Berhad 的 COO。这是 CEKD 2020财政年的 Major Customers， 这3个最主要的 Customer 公司都没有透露他们的名字，不过有大概介绍一下他们。公司的最大客户 Company A， 它是一家日本上市的零件生产商，它在2020年贡献了 8.7% 的营业额，而它光顾 CEKD Berhad 已经长达18年。第二家 Company D， 它占了2020财政年营业额的 7.7%， 它是本地雪兰莪的一家 Die Cutting 公司。第三家 Company B， 它是日本上市公司在马来西亚的子公司，从事 Paper Packaging， 占2020年营业额 4.9%。第四家天蛙 Press， 它是马来西亚上市的印刷公司，在2020年贡献 4.5% 的营业额，跟公司也合作了17年。而第5个客户 Percetakan Tenaga 也是本地的印刷公司。这5个客户在2020年所贡献的营业额是全年营业额的 28.5%。这是 CEKD Berhad 2020财政年的 Major Suppliers。这5个 Supplier 分别来自德国、香港、日本、拉脱维亚和中国。其中第3个这个来自日本的 Supplier Sukatani Hamono， 它跟 CEKD 已经有14年的商业关系。这5个 Supplier 占了2020年 Purchase Value 的 54.3%。今年5月25号，我国开始 MCO 3.0，CEKD 在这段期间只有 60% 的员工到公司上班。不过到目前为止，公司没有因为疫情而被取消订单。那因为 MCO 3.0的影响，公司在6月到8月头这段期间的销售量按年跌 14.7%。CEKD 目前有6间工厂，4间在 KL， 2间在 Penang。IPO 筹到资金过后，公司计划在上市后的2年内，在Kepong购买2间新的工厂，打算把 Hotstar 的3间目前租用的工厂整合成2间。此外，公司也会购买机器跟软件，提高运作效率。上面也提到，公司有一部分的 IPO 资金会用来进行 marketing 活动，其目的是为了拓展东南亚的出口业务。CEKD 在佳节期间，比如华人新年跟马来人新年，它的销售量会比较低，因为很多顾客都休息没有营业。在2020财政年，公司有大约 75% 的原料是来自外国，其中以德国跟中国为主。CEKD 跟客户并没有长期合约，
它的客户是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下单的。CKD 在马来西亚 die cutting 这个行业的 market share 大约是13%。CKD 没有定制任何的 dividend policy。最后我来说一说我个人觉得 CKD 有什么优点和缺点。首先来说优点 ，CKD 的 IPO 资金有超过50% 是用来扩张，上市过后管理人的持股量高达74%。CKD 的 gross profit margin 大约有50%，它的 net profit margin 都有20% 以上，它的 ROE 有16%，过去3年的净资产按年增长。CKD 在获得 IPO 的资金过后，它会是一家 net cash 的公司。它的缺点包括2020年和2021年的业绩因为疫情和管制令而受到影响，公司跟客户没有长期的合约，所以公司也没有 order book 的数据。公司目前只有14% 是出口营业额，主要市场都是在本地。CKD 并没有定制 dividend policy。那么我对 CKD 这只 IPO 股的分享就到这里。你对 CKD 这家公司有什么看法？你会不会预购它的 IPO 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如果觉得这个影片不错，可以按一按那个 like button， 不用钱的，还有 subscribe button 你给它按下去。我是 TC 谢谢你的收看。